用求是的态度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大家好，我是裘雨山。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袁隆平、粮食和你。今天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新闻是我国伟大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先生逝世。和大家一样，心情呢难免有些沉重。在这之余呢，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我首先思考的是袁隆平是谁，他做了些什么，对中国乃至世界有怎么样的影响力呢？大家肯定会异口同声地说杂交水稻之父，养活了中国几千万人口。但究竟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对世界有多大的影响力呢？为什么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着如此崇高和深远的意义呢？又有几个人知道呢？袁隆平生于1930年，19世纪70年代提出了3系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大幅地提高了中国水稻的产量。作为普通人呢，我们不需要知道什么是3系，什么是杂交，就像我们不需要知道什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那么为什么杂交水稻就大幅地提高了产量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就要思考决定水稻产量的因素有哪些呢？中国呢有着悠久的水稻种植传统，关于水稻产量的决定因素呢，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记载。比如说君主的惠农政策，鼓动生产。近现代的包产到户呢，都是政策鼓励对产量的作用。再比如说强调天时的24气节农耕法，讲的就是天气气候对产量的影响。还有土地肥沃程度、水利、灌溉、种子以及及时的除草除虫等等等等，均对水稻产量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呢，就是从种子这一因素的改良与优化上，从而得到了提高产量的作用。袁隆平先生说自己杂交水稻的推广可以多解决中国几千万人口的粮食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今天的第二个重点话题，粮食。什么是粮食呢？从目前世界农业发展水平来看，我们人类的粮食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谷类；二、豆类；三、薯类。当然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呢，哪天我们可以吃土来填饱肚子，那就另当别论了。谷类呢是目前规模最大、种植面积最广的粮食。谷类包括袁隆平先生突出贡献的水稻，还有小麦和玉米。接下来呢，本着一如既往的求是态度，我们用数据来分析一下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技术对中国乃至世界，这里的世界呢，我们主要是以美国作为对比啊，对世界的粮食产量提高究竟有多少的影响力呢？图中呢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数据中清楚地列举了1978年到2019年中国主要的粮食产量。我们可以看到，水稻的产量从1978年的13693万吨，涨到了2019年的20961.4万吨，涨幅是34.67%。小麦的产量呢，从1978年的5384万吨，涨到了2019年的13359.6万吨，涨幅是59.69%。玉米的产量呢，从1978年的5594.5万吨涨到了2019年的26077.9万吨，涨幅是78.54%。无论是从产量值还是从涨幅来看，玉米作为粮食属性的产量提高的都远远高于水稻。当然了，我们还要考虑到中国人餐桌上的饮食配比问题。不过呢，那仅仅是偏好问题，但就粮食的产量数据来对比来看呢，中国还是应该有个玉米杂交之父，值得我们去欢呼鼓舞的。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数据，同样也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1978年到2019年中国耕地灌溉面积和农用化肥施用量。从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灌溉面积和化肥施用量
逐年的大幅度增长，也是从水利和土地肥沃程度这2个因素上极大的提高了我国水稻的产量。我们继续将问题放大细化，水稻作为粮食的一个分类，又分为精米和鲜米。精米呢，就是那种圆圆胖胖的，像东北米和日本米是典型的代表。鲜米呢是细长细长的那种，一般种植在我国的南方地区。袁隆平这种杂交水稻呢，就是鲜米型的，主要种植范围呢也是中国的南方。我们继续深入，那么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世界农业有多大的影响呢？这里我们只讨论了美国的影响。首先，美国是没有种植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的，可能原因呢，有可能是美国农作物结构是以玉米为主的，也有可能美国的气候条件啊、地理环境等不适合袁隆平杂交水稻的推广。但不管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没有得到世界大范围的推广。这里强调一下，个人呢始终秉承着不卑不亢的求是态度，探索的都是基于事实之上的思考。对于袁隆平及其对中国农业的贡献，并没有妄自菲薄之意。所以网络上呢，关于对袁隆平先生身价和袁隆平袁隆平高科的垄断的这些质疑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讨论。比如说，有人从中国近50年来粮食进出口总量的数据来说明呢，中国粮食是需要进口的。袁隆平先生呢，并没有实质性的给中国粮食带来增产。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数据是不客观的，因为如果抛开了粮食进出口占全国粮食总量的百分比来讨论中国粮食是否能自给自足这个问题呢，是有点耍流氓的。我们从中国近50年来的粮食进出口总量来看，它所占全国粮食的百分比是很少的，不到10%，说明中国粮食总量是完全可以满足中国人民的生活需要的。至于为什么会有少量的进出口呢？这也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政策有关，因为毕竟餐桌上的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人呢愿意吃进口米，也有国外的呢愿意吃中国米，这都是国际贸易的往来的结果，并不能说明中国粮食就是需要完全的进口。我们置身事中，缅怀袁隆平先生，空前强烈的悲痛之心，无非2个原因：一，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让中国8000万人有粮吃；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于没有下地种过1天水稻，也没有经历过生死之间的饥饿的你来说，显然你的悲痛不会是第一个原因。一切都源自于我们内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就好比你学校的校长被评为院士，你公司的领导被评为先进企业家，其中冷暖，你我皆是世外人。袁隆平对中国农业科研的影响很大，但袁隆平患者们需要理性看待他对人类粮食增产的影响力。以上呢是我个人的些许思考，希望很想置身事中的你，在缅怀袁隆平先生之时，不要只会一路走好、珍惜粮食这样的词语。好了，今天的节目给大家讲完了，感谢您的观看，再见。